一辆卡车的副驾驶点燃一盏汽油喷灯，熊熊大火照亮整个驾驶室。眼前两人并非要放火烧车，汽油喷灯是用来加热汽车风挡，融化玻璃上的冰霜才能继续安全驾驶。零下30度的气温，两人却紧张得满头大汗。在海拔超过7000米、常年冰川不化的帕米尔高原上，吉尔吉斯斯坦的人们在这里顽强生存着。两位村民瞅准了一项商机，他们打算从澳市贩一种被誉为幸福果实的水果。这是由当地经销商从中国进口的橘子，如果拉到水果资源稀缺的塔吉克斯坦出售，能够赚取不菲利润。为了防止橘子受冻，他们在车厢内铺上了毯子，又盖上胶合板。两兄弟拉着货物连夜出发了。卧龙凤雏两兄弟常年合作跑业务，副驾驶库班负责寻找货源，司机杜修负责驾驶和修车。他们有一辆前苏联生产的4x4卡车，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伙伴。只是出去买包烟的功夫，卡车两侧的门就冻得严严实实。杜修拆掉了玻璃胶条才将门打开。小插曲过后，两人继续赶路。他们不能在路上停留太久，如果橘子冻坏，他们将血本无归。随着海拔攀升，雪越来越大，路上随处可见抛锚的货车，前方停滞的车辆堵死了道路。清障人员不断往路上铲土，试图增加轮胎的摩擦力。凭借着小卡车良好的通过性，他们来到了最前面。一辆越野车陷在了路边，他们用牵引绳帮助越野车摆脱了困境。在这样的路况下，还得是四驱更强大。海拔继续攀升，气温来到了零下35度。老旧的卡车变速箱出了故障，需要一人一直扶着变速档杆，否则车辆将无法停下。驾驶室内呼出的热气在挡风玻璃上不断凝结。为了给风挡解冻，他们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汽油喷灯，对着挡风玻璃不断烘烤，但没一会又被冻上。他们需要立即找地方休息。沿途唯一一家客栈已经住满，他们只能一边加热一边前行。昏暗的车灯甚至无法看清前方的断崖。在最后生死关头，一家私人农场接待了他们。吉尔吉斯牧民热情好客，他们才安全度过这一晚。经过一夜的低温，发动机也被冻住了。用汽油灯加热，又往散热器里加入热水，然后继续用火烘烤散热片，卡车才重新启动。第二天，海拔攀升到4280米，此时几乎已经看不清道路，路面上全是积雪，路旁的峡谷里还停着湿湿的卡车。但愿卡车司机平安无事。进入帕米尔高原的荒漠，卡车只能自行走位，否则坡度太陡，随时会熄火抛锚。库班正夸着这台古董车引擎强大，话音未落，卡车便熄火了。因为高原含氧量低，他们需要更换卡车的化油器。一般情况下，他们用更省油的化油器，一趟下来可以节省100块的汽油。更换化油器后，卡车再次启动。1个小时后，他们抵达了边检站，进入塔吉克斯坦境内。到了下坡路段，卡车传动轴又出了问题，4驱变2驱。他们丢掉了一个传动轴螺丝。库班还想尝试着原路寻找一下，但显然是无济于事。下坡失去了发动机制动，只能靠刹车来减速。这一趟他们拉了2吨橘子，每公斤赚2块钱，毛利润4000块，除去修车买配件2800元，两人平分1200元，算上油费，两人得倒贴。经过2天的赶路，他们抵达了荒漠之城穆尔加布，这里人均月收入600元。橘子在这里算得上是奢侈品。皮卡车载上橘子，来到一处全是集装箱搭建的市场。因为建筑材料在这里非常昂贵，集装箱当做门面具有较高性价比，只有在特殊或传统节日里，村民们才会购买橘子。一位年轻的母亲买了1公斤橘子，这是孩子满月宴上的一道压轴菜。橘子是他们为数不多获取维生素的来源之一。在塔吉克斯坦，刚出生的婴儿会跟随女方待在外公外婆家里，经过40天的满月仪式后，才会去到男方家里。他们将婴儿放在摇篮中，撒上糖果和橘子，寓意孩子健康成长，一生平安幸福。仪式完成后，村民们会打包宴会上的食物带回家，主人和客人一同分享这份喜悦。在这片荒漠中，村民们需要源源不断收集干枯的灌木，因为他们无法承担煤炭的消费，所以这些灌木是他们家庭取暖做饭唯一的燃料。干枯的土壤无法生长树木，只有寥寥无几的灌木，收集满一车能够供2个家庭使用1个星期。此趟拉橘子的买卖让他们没有赚到1毛钱，他们需要再找些其他业务来补贴汽油钱。第二天，两人得知有牧民要出售自家牦牛，他们打算将牦牛肉拉到阿富汗去销售。这一趟两人势在必得。为了跟牧民搞好关系，他们帮助牧民搬家转场，牦牛群已经提前迁徙到另一处草场。牧民们让买家自己挑选牦牛，他们选中了一头白脸黑身的壮硕牦牛，牧民开价2800元。为了尽量压缩成本，经过砍价后，最终2500元成交。
知道自己命运的牦牛开始发疯乱撞狂奔，拉着牦牛肉，他们再次踏上了前往阿富汗边界的道路。仅容一车通过的险峻道路，极度考验司机心理素质，卡车只能缓慢在山道上行驶着。下午，他们抵达了阿富汗的边境小城，但运气再次与他们擦肩而过。收购商的冷藏室已经装满了，这一趟又是无功而返。秉承着来都来了的原则，他们来到一家小旅馆，和老朋友们相聚，唱歌跳舞喝酒。车里的牦牛肉回头再考虑，吃饱喝足，他们再次踏上了回家之路。